咱们上周说了，在人类走出森林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，都是靠着打猎捕食为生的。你肯定能想到，这种生活方式的一大弊端就是不稳定。想要让族群生存下来，并且建立起文明和秩序，还是得在一个地区长期安定下来才行。那么，人类的祖先是如何从逐食物而居发展到定居的呢？定居生活又给人类的生活方式带来了什么样的改变呢？答案有很多，这一讲咱们就来聊一聊跟医学有关的内容。首先，咱们来说说让人类能在一个地方长期定居的第一大功臣——农业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这还要和农业出现之前人类的生活结合着看。咱们大致理一下时间线就能发现，人类的历史有几百万年，走出非洲之后也有好几万年。可以说，从开展农业生产至今的这大约1万年时间里，在整个人类历史中只是一小部分。那么，在农业出现之前的这大部分时间里，人类吃什么呢？你肯定马上能想到咱们之前说的打猎，这一度被认为是人类祖先获取食物的最重要的方式。但是在上个世纪60年代，一些学者提出了新的观点，要填饱肚子，光靠男人打猎还不够。在人类文明里，女性的地位也很重要呀，难道寻找食物的时候，女性就没有贡献啦？当然有，那就是采集，包括摘一些野生植物的种子、水果，也可能顺道捉几只小动物。当然，近几年也有学者认为，女性也可能承担了很大一部分的打猎工作。不管怎么样，大部分人一致认同的是，在农业出现之前，人类的生活是一种采集狩猎生活。一句话总结，有什么就吃什么。这种生活就像许巍的歌唱的一样，像风一样自由。但是自由是有代价的，那就是不稳定。从进化论的角度看，每一个物种都在努力地让自己适应环境，把遗传信息传递下去，而不是为了其他物种服务。那些人类爱吃的动物，它们存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人类填饱肚子，真碰见猎人的时候他们会跑。而对于植物来说，人类每次见到硕果累累的大树，只能猛吃一顿，因为下次再来的时候，可能已经被其他的动物吃光了。所以有什么吃什么的另一面，就是当打不到猎物、找不到果实的时候，人类就得饿肚子了。这种自由的采集狩猎生活，在大约1万年前发生了改变。咱们的某一位聪明的祖先灵光一现，他这么想，既然有些野草的种子挺好吃，咱们不如把它种在地里，这样一来，不就能稳定的获得食物了吗？可以说，这是一个划时代的伟大想法。人类祖先开始把那些最饱满的野草、野树的种子保留下来，种在地里，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培养，结出来的种子也越来越大，越来越多。就这样，1万年前左右，人类成功的驯化了包括小麦、水稻在内的很多植物，农业开始诞生了。从此以后，人类的生活可就大不一样了。打猎这种事儿风险大，很有可能出去跑一天啥都没看见，大伙儿只能饿着。但是现在，只要种下庄稼，然后等着它结出粮食来就可以了，缓解了饥一顿饱一顿的问题，人类也不用整天跟着猎物跑来跑去了，这才为定居打下了基础。当然，气候变化、部分偶然因素等等，也是促进人类完成定居的原因。但是学会农业生产是人类走向定居的最主要条件。那么，当人类开始定居下来，从事农耕了，就一帆风顺、安居乐业了吗？也没有。可以说，农业生产给人类提供了相对稳定的食物来源，但是新的问题也出现了。比如，建立文明之后形成社会，也就必须面临各种社会问题。这些历史和人文学科上都讲得很多，我们就不说了。咱们这里来看3个和人体医学有关的难题，它们往往容易被人忽略。第一个问题是，食物的来源是稳定了，但是种类却变少了。在农业出现之前，人类到处漂泊流浪，看见什么就吃什么，可供挑选的东西很多。而在农业出现以后呢，人就整天守着几种庄稼，能吃的种类少了，在食物丰富这个方面很可能没有提升，反而下降了。总的来说，就是人类祖先开始从事农业生产、定居生活以后，更容易得到碳水化合物了，但是蛋白质、维生素和微量元素反而有可能匮乏。这就是农业定居生活方式带给早期人类的重要影响之一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在前几年曾经出现过一种理论，
认为人类应该恢复早期农业社会时代的饮食方式。学了咱们这一讲，你在面对这种观点的时候就知道它是不合理的，因为光是就饮食营养搭配的合理性看，早期农业社会甚至连采集狩猎时代都比不上。除了饮食结构发生变化之外，农业定居生活还给早期人类带来了第二个影响，那就是人类的生活环境变差了。这一点特别好理解，以前的人类走到哪吃到哪，重点在于一直在走，所以不会停在一个地方持续污染环境。但是进入农业社会以后，一切都发生了变化。刚才咱们说过，是人类驯化了小麦、水稻等植物，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说，小麦和水稻也吸引着人类年复一年的待在同一个地方伺候这些植物。可以说，植物也反过来在驯化着人类，这就是进化论的核心，适应。人类和农作物是在相互适应的过程中朝前走的。定居以后，人类才有了机会发展文明，比如烧个陶罐建个房屋之类的。毕竟陶罐不方便携带，烧陶罐的窑也肯定没法随身带着，在之前的迁徙生活中是完全做不到的。但是定居也是一把双刃剑，人们除了制造出陶罐这些有用的东西，还制造出了一大堆垃圾。1万年前的人类肯定没有处理垃圾保护环境的意识，产生的垃圾只能堆积在自己生活的区域周围，特别是粪便问题，如果不能及时妥善的处理，不但是污染环境，而且对于消化道传播疾病来说也是巨大的潜在风险。这还真不是个小事儿。以后咱们会讲到19世纪中叶的伦敦霍乱，那主要就是因为粪便处理不当引起的。除了粪便以外，有些食物没有储存好，发生了腐烂变质，就有可能吸引来各式各样的昆虫、寄生虫，当然还有老鼠。有了这些东西，卫生安全的隐患那还小得了吗？所以说，定居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人类的生活条件，但是在生活环境方面还真不能说是得到了提高。既然说到了老鼠，咱们就可以来聊一聊定居生活带来的第三个影响那就是传染病风险。历史学家维尔杜兰特夫妇在他们的巨著《文明的故事》里提出了一个概念，叫做第一组人类文明，一共有4个，分别是发源于尼罗河的埃及文明，发源于印度河的印度文明，发源于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，当然还有发源于黄河的中华文明。你有没有发现，这4个文明有一个共同点，都发源在大江大河所形成的冲积平原上，因为这样的地形特别适合种庄稼，既有肥沃的土壤，又有丰沛的水资源。重点就在这个水上，搞农业不能没有水，但是水也意味着各种传染病，比如说血腥虫病，它的中间宿主是丁螺，这个东西没有水可是活不了的。根据考古学家的发现，在公元前1200多年甚至更早，尼罗河沿岸的古埃及农民就已经饱受血吸虫的困扰了。再比如，有水就会招蚊子，蚊子能携带黄热病、疟疾等等一系列的传染病。这里有个冷知识，我们要从人类发源开始算起，杀死人类最多的其实不是什么大型的攻击型动物，而是蚊子，靠的就是它所携带的病原体。也就是说，早期的农业生产必然伴随着沉重的传染病负担。在现代公共卫生发展之前，传染病的负担一直都是农民身上沉重的大山。不过不得不说，人类的适应能力实在是太强了，哪怕顶着这么重的负担，农业还是日新月异的发展，粮食生产也变得稳定起来。有一点特别值得注意，狩猎是需要食物的时候才去，对于储存食物的要求相对比较低，但是种粮食就不一样了，农民会在每年大致相同的时间收获粮食，然后储存起来慢慢吃，这就需要长时间的储存粮食。家里有余粮，您猜怎么着？老鼠就不请自来了，人类走到哪儿，他们跟到哪儿。老鼠会带来什么传染病呢？鼠疫呀。今天咱们国家的甲类传染病只有2种，其中一个就是鼠疫。可以说，困扰人类的鼠患问题就是人类定居这一举动带来的，并且一直到今天都存在于我们的生活之中。除了老鼠这种不速之客以外，有了余粮的人们始终没有忘记800万年前的祖宗们一直有一个梦想，吃肉。除了吃肉，耕地拉车也需要动力呀。于是人类开始主动的饲养动物，牛、马、猪、羊、驴、骡、狗，用来作为食物或者处理或者看家护院。它们对于人类文明的发展当然是不可或缺的，
但是同时也导致了一个问题，那就是人畜共患病。对于生活在今天的咱们来说，哪怕是那些被看作伴侣动物的猫和狗，我们也知道给它们要定期打疫苗，这就是基于对人畜共患病的认识。很多传染病既可以感染动物，也可以感染人，而这一切都要追溯到人类定居带来的影响。如果你养了猫和狗的话，记得给它们打疫苗哦。好，最后咱们总结一下，在大约1万年前，人类点开了农业这个技能点，并开始了定居生活。从医学的角度来看，这带来了3个结果。第一，有了稳定的粮食来源，但是食物的种类反而变少了，营养不够全面了。第二，赖在一个地方不走，意味着持续污染环境，生活环境并没有变得比以前更好，反而变差了。第三，有了余粮，就招来了一群可爱的和不可爱的动物，于是人畜共患病也开始成为了人类沉重的负担。